拒绝向自己人开火，他们将面临无军警的审判，吴军正陷入危机。大家好，我是薛永华，欢迎来到永华观点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乌克兰军人拒绝冲上战场，还要找泽连斯基说理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？最近一段视频显示，一些乌克兰军人拒绝参加战斗，他们拒绝向自己人开火，等待他们的将是后方军警对他们的审判。而这些乌克兰军人端着冲锋枪上了战场之后，发现并没有炮火掩护，反而遭到俄军的炮火覆盖，死里逃生之后，他们拒绝重返战场。视频中所说的乌克兰军人拒绝向自己人开火，可能他们的身份类似于督战队。这些乌克兰军人并不愿意射杀自己的人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这场战争并不是他们所想要的。对于俄军的进攻，乌克兰军人并不以为这是外敌入侵，也许这就是俄乌冲突所有的非常特别的标签。乌克兰军人在战场上并没有得到自己人的火力掩护，这从侧面表示乌克兰军队的指挥是有问题的。俄军当然在战场上谋略与战术制定上有降维打击的意味。这些乌克兰军人还提到了一点，就是他们没有弹药了，呼应了最近西方减少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信息。德国早就说过，其武器库已经见底了，不能再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弹药了。更加离谱的是，德国人还说，确定援助给乌克兰的坦克可能要3年以后才能送到。美国人也说过，向乌克兰提供的单兵防空武器已经全部送完了，需要开动工厂生产。北约秘书长更是直言不会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了。原因在于，美国人现在非常的担心俄罗斯准备亮出核武器，这会超出美国的控制范围，甚至会弄巧成拙，无法收场。所以从整体上来看，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将会从指挥和弹药等关键因素方面全面下降。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会全面放弃乌克兰，然而在俄军上任强硬派总指挥的时候，俄乌双方的对抗显得更为强烈。从整体上来说，俄军会越来越强，而乌军只会越来越弱。因此，就算本次冲突打成了持久战，俄乌之战的结局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悬念，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。乌克兰军队的士气已经无法提振起来，而俄军换将之后士气大涨。面对俄军的进攻，乌军反而在退缩，还在给自己找各种的理由。确实没有炮火的掩护会出现严重问题，这些死里逃生的乌克兰军人就是明证。不过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，而不是武器装备。此时的乌克兰正在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兵源危机之中，也许一开始亲西方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。今天这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